我和老婆体检，查出她得了胃癌。我回家找爸爸妈妈，想卖房救她，妈妈却和我说，我可以把房本给你，但有个条件，你先告诉他，就说是你得了胃癌。我虽不理解妈妈的话，但为了救老婆，我还是照做了。当天晚上，丈母娘就赶来我家，劝我离婚，让我不要拖累她女儿。老婆也和我说，如果真的爱一个人，就不要耽搁他的余生。我呆呆地看着老婆，不敢相信她会说出这种话。老婆看我呆住不说话，她很真诚地和我说，你知道吗？抗癌治疗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，你可以上网去搜一搜那些抗癌家庭，最后钱花光了，人也没了。就是啊，到时候为了救你，又要卖房卖车，又要到处借钱，最后还救不回来。等你死了以后，我女儿怎么办？我看着老婆的眼睛认真地说，你真是这么想的吗？老婆说，我希望你不要太自私，也能为我考虑一下。难道你认为想活下去是一件自私的事情吗？老婆叹了口气说，我只知道，如果是我得了癌症，我一定不会拖累你，我会跟你离婚，选择独自承担。我知道你心里委屈，但我女儿又犯了什么错呢？她还那么年轻，她下半辈子怎么过？这个时候，老婆忽然把离婚协议递了上来，我心里一寒。我跟她说了这个消息才多长时间，她却把离婚协议都准备好了。我拿起协议看了看，这简直就是一份霸王合同。离婚以后，不止现金要分一半，房产也要归老婆所有，留给我的只有一台车。我怀疑，要不是因为她不会开车，就连这台车我都守不住。老婆说，你看看没问题，就签了吧，然后我们去民政局离婚。你觉得这合同公平吗？房子是我家买的，离婚了凭什么归你？丈母娘赶紧说，你记不记得当初你娶我女儿的时候，我说得很清楚了，一定要有套房才能结婚。我记得，但现在不是离婚了吗？丈母娘着急地说，这套房子就是给我女儿的保障啊，为的就是跟你结婚以后有什么突发情况。现在你确实生病了，我们拿走这个保障不是很合理吗？听完，我倒吸一口凉气，没想到他们结婚前说的保障竟然是这个意思。我愤怒地说，不可能，我不会把房子给你，我只是生病了，我又不是过错方，我凭什么给你啊？你连最后的礼物都不愿意给我吗？以往他如果用这可怜楚楚的表情跟我讲话，我只觉得心疼，可是现在我却感到了一股恶寒。丈母娘见我态度那么坚决，她语气变软了一些，和我说，你听我讲，这套房子给我女儿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，以后你有个三长两短，是不是还要有人帮忙照顾你的父母？老婆连忙说，是啊，以后我可以帮忙照顾公公婆婆。我冷冷地看着她，此时此刻她说什么我都不会相信了，毕竟结婚前她就说过，她不愿意和我的爸妈生活在一起，所以我们才又买了这套房子。我冷笑一声说，我的父母不需要你来照顾。老婆点点头，行，那就打官司吧。听完我倒吸一口凉气，你现在知道我有胃癌了，你却要跟我打官司？丈母娘不耐烦地说，哼，前面好声好气跟你讲话听不懂，非要我们把难听的实话讲出来。你现在本来就有病，我们再跟你打几年官司把你拖死，你守得住这些财产吗？她越说越激动，甚至用手指着我的鼻子，到时候你死了，还不是你老爸老妈来跟我们打官司，我们难道还怕他们吗？妈，你不要跟他吵架，让我来和他讲讲心里话。她牵住了我的手，满脸都是真诚的样子。老婆很认真地说，让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好不好？如果今天生病的是我，那我也会把大多的财产都留给你，因为我希望我走以后，你可以帮忙照顾我的父母。丈母娘赶紧说，是啊，你看看我女儿的觉悟，你再看看你的，你不觉得丢人吗？你整天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？我说，我想的是夫妻可以一起共度难关。老婆摇了摇头说，你这话说的太幼稚了。我不理解，这怎么就幼稚了？老婆说，夫妻共度难关，表面上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，但归根结底，这是你拉上我，去渡你一个人的难关。如果我继续跟你在一起，我会耗费掉我的青春，我的积蓄，最后变得人老珠黄，一贫如洗。等你轻飘飘的离开了人世，只留下什么都没有的我，难道这就是你要的吗？我听着老婆的话，只觉得好像一把把刀扎在我的心上。我叹了口气，夫妻之间怎么会是拖累呢？我们明明许下过诺言，无论贫穷还是疾病，都不能将我们分开。
是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我告诉你吧，如果我们不离婚，接下来会发生多么可怕的事情。我不明白，怎么就牵扯到可怕了？但老婆却非常严肃地说：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会陪在你的身边一起治疗，可等时间久了，存款越用越少，甚至背上债务，沦落到卖房卖车的时候，你觉得我们的日子还会好吗？老婆看我不说话，她继续对我说：唉，到时候你病得连走路都走不动，要我背你去医院的。我们又没了车子，遇上刮风下雨，我要背着你坐公交车，说不定还要给你擦屎擦尿，这样日复一日的生活，你不会愧疚吗？我忍不住说，治疗还是有机会的，只要熬过了这次的难关，以后的日子说不定会好起来。老婆见我还在反驳她，突然说：我为什么要用我的余生去赌一个几率呢？简单的一句话，却让我的心彻底凉了。老婆说：如果赌赢了也就算了，但如果赌输了呢？赌输了，搭上的可就是我的一辈子。你口口声声说什么一起面对，其实不就是自私吗？你从头到尾都在想着让我付出。她说着说着，竟然还哭了起来。我也是个人啊，你在自己想活下去之前，你为什么不想想我也只是个人，我也想要有平凡幸福的人生。丈母娘赶紧给老婆递来了纸巾，她拍着老婆的肩膀安慰着说：这人就是不识好歹，从头到尾想的只有他自己，根本没有考虑过你的感受。而老婆却是越哭越难受，最后更是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。我凭什么要用余生几十年去赌你的一个几率啊？你爱我就该拖着我吧。我看着老婆哭泣的模样，脑海里想着她说过的话，这一刻我才明白妈妈的良苦用心。老婆说：现在你已经跌落了深渊，如果我拉得动，我一定会拉你上来。问题是我真的好无力，你这样抓着我的手不放，最终只会把我们两个人都拖进深渊。我苦笑着说：你说的对，既然爱过，就要为对方考虑，没必要把对方也拉进深渊。听着我的语气有所缓和，老婆和丈母娘对视一眼，赶紧激动地和我说：你能想明白就好。今天我和你提离婚，绝对不是因为我冷酷无情，恰恰是因为我们爱过，所以才不能走到那一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，那是我妈妈发来的一条短信。短信上说，我已经找人打听过了，我们这套老房子还能卖个60万，应该可以治疗几年时间。丈母娘看到了手机屏幕上的内容：你已经和你妈联系卖掉老房子了，是吗？老婆倒吸一口凉气，说：你联系家里卖掉老房子都不跟我商量，你真的是有够自私的。如果今天我不跟你提离婚，你是不是会把这套房子也卖掉？他根本就没有把你当做自家人，他就想卖了老房子，然后把他父母接过来。到时候你不只要伺候他一个人，还要伺候2个老人。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你凭什么不经过我同意，就让你爸妈跟我一起住啊？等一下，你的话有些自相矛盾。你刚才说，如果我把房子留给你，你会帮忙照顾我父母，可现在你又说，凭什么跟我爸妈一起住？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那也是10几年后等我事业有成才行啊！你现在就让他们搬过来，那岂不是耽搁了我的事业吗？丈母娘连忙说：你现在要是把老房子给卖了，我女儿以后还怎么住新房？你父母肯定会仗着自己没房子赖上我女儿的。我苦笑着说：老房子是我父母的财产，他们要卖自己财产，还得经过你的同意吗？事情到这里，我算是明白了。如果今天生病的是我，他们不但要拿着我的房子和一半的存款，甚至还不让我父母卖房，就怕我父母没地方住，以后会来这里和他一起住。老婆失望地看着我说：为什么你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我是会照顾你的父母，但也得是几十年后我事业有成的时候才行啊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生病了，花光了属于自己的一半积蓄，我还不能让我爸妈卖房救我吗？把话讲得那么难听，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只为自己考虑，也替我和你父母考虑一下。本来我还挺愧疚的，现在我才知道跟你离婚是正确的，因为你真的很自私。我叹了口气，既然你想跟我离婚，那我们就离婚吧。老婆赶紧去拿来了笔，又换上了一副温柔的嘴脸，说：这样才是最好的。我们曾经爱得那么轰轰烈烈，不要让结尾变得那么难看。我冷笑一下，然后抹掉了合同上甲方的老婆名字，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老婆脸上的笑容逐渐凝固，她说：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看着老婆的脸，想起了这些年和她的点点滴滴。我真诚地说：你口口声声说担心自己被拖累，那我现在把属于你的都还给你。从法律意义上来说，这些都是你的财产，而且我工资比你高，你还算是赚了一些。随后我牵住了老婆的手，温柔地说：你也知道我现在是一个生病的人，
我想活下去，留着这些财产，我以后还能变卖。你已经不会被拖累了。如果你爱过我，至少不要夺走我想活下去的希望，好吗？这也是我给老婆的最后一个机会。如果她同意了，那就说明她刚才讲的都是真心话，是我用小人之心去揣测一个君子了。可惜的是，老婆并没有珍惜这个机会，她狠狠甩开了我的手，对我大吼：结婚前就说好了要给我一套房子当保障，现在我都快要当寡妇了，凭什么要拿走属于我的保障啊？岳母一把抢过离婚协议撕碎。好啊，跟你讲好话的时候你不珍惜，那我们就打官司，我看你这个病秧子能拖多久。说完，他把离婚协议的碎片直接砸在了我的脸上。我冷冷地看着他们两个气急败坏的样子，而老婆更是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，平静地说：律师，我这边没谈好，打官司吧。我看着老婆这副样子，心里已经明白她在想什么了。事实上，我们想的应该是同一件事。我不会在这个时候拿出诊断报告来打脸，只有最愚蠢的人才会在这个时候把诊断报告拿出来说出真相。因为我跟老婆想到了同一条法律，夫妻之间要有抚养义务。此刻他认为我已经生病了，如果他不救我，他犯法。同样的，如果我不救他，那我也犯法。如果我在这个时间把诊断报告给拿出来，老婆就会坚决不离婚，以法院的性格也会驳回我的离婚申请。此刻我和老婆想的同一件事情，就是赶紧离婚，避免夫妻抚养义务这条法律。果然，在我们跟民政局申请离婚以后，老婆直接跑了，她根本不跟我联系，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搜集财产证据和联系律师上。我只觉得可悲，为了跟我顺利离婚打官司，她整天忙得不可开交，甚至都抽不出时间去医院看看自己的体检报告。在此期间，我也没闲着，到处联系律师，让老婆知道我有打官司的准备，这让她更着急了，完全顾不上自己的体检报告，天天就跟律师研究官司。在这场拉锯战下，离婚冷静期总算结束了，我们终于拿到了离婚证。前妻冷笑着说：后面就慢慢打官司吧，看我能不能拖死你。我叹了口气，递上了他的体检报告。好歹夫妻一场，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。他愣了一下，问我是什么东西。我说：之前我们两个不是一起去体检吗？我跟医院问过了，你太忙了，一直没时间去拿，所以我帮你拿了。前妻顿时冷笑起来：到如今又开始表现出关心我的样子了，你是希望我可以对你手下留情吗？告诉你，没门。丈母娘站在老婆的身边，怂恿着说：别信这个家伙的，他就是自私，不要因为人家对你展现的一点小关心就心软了。我苦笑道：你们还是先看一看这个东西吧。他一把夺过了体检报告，然后看了起来。看着看着，他突然有些不对劲了，他紧紧地皱着眉头说：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叹了口气说：1个月前你被查出胃癌，我赶回家劝说父母卖掉老房子，想救你一命，可你却一心要和我离婚。他们两个人都变得呆若木鸡。前妻不敢置信地再次看起了体检报告，他着急地说：这不可能，你一定是骗我的。我耸了耸肩说：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去别的医院复查一下。不过现在你身上的钱不多，应该省着点花，把钱都花在刀刃上。我说完以后转身就要走，而前妻却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，她哆哆嗦嗦地说：等一下，你不能走，我不离婚了。她赶紧把离婚证丢回柜台，着急地跟工作人员说：我们不离婚了，现在帮我们申请撤回。工作人员无奈地说：钱都给你们两个打回来了，怎么能撤回呢？之前1个月冷静期的时候，你们都干什么去了？前妻着急地说：我现在反悔了，你赶紧给我们复婚。我甩开了老婆的手，淡淡地说：就算你想复婚，我还不同意呢。再说了，离婚可是你提出来的。她眼泪一下就飙出来了，抓着我的手哭着说：你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啊？你明明知道我生病了，为什么要跟我离婚啊？我惊讶地看着她，我说：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？之前明明是你说的吧？既然生病了，就应该离婚，不要拖累另一方的余生。她哭着说：那能一样吗？她开始双标了，我实在是不明白这有什么不一样的。看我不说话，前妻开始急了：不能走，你现在就跟我领证结婚。我们两个曾经爱得那么轰轰烈烈，你怎么可以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抛下我离开？丈母娘也是激动地说：对呀，谁说癌症就不能治了？癌症也是有一定几率治好的。唉，我说：开始知道你生病的时候，我已经想尽办法去救你了。是你和你妈一起说的，生病了就不要拖累另一半。这一切不都是你们想要达成的结果吗？前妻流着眼泪颤抖着说：不一样，当时的情况不一样。丈母娘情急之下拦住了我的去路，她用手指着我，激动的大吼：
真没良心！你老婆得了癌症，你就要离开她？世界上怎么有你这么品德败坏的人？他故意提高音量，似乎是想要引起人们的注意。可怜的是，刚才我们讲话的声音也不小，大家看向他们的眼神却没有丝毫的同情。丈母娘气疯了，抬起手摆出一副要扇我耳光的姿态，可最终还是放下了手，软软的和我说：之前的事情是我们错了，是不是要我跪在这里给你磕头，你才愿意跟我的女儿复婚？这样好像可以考虑考虑。丈母娘一听，连忙跪在了我的面前。都是我们的错，我们之前不懂事，求求你了，救救我女儿吧。我家里也没有什么钱，我女儿会死的。我看着跪在我面前磕头的丈母娘，只觉得有点好笑。等磕完了头，丈母娘满脸期待地说：现在可以跟我女儿复婚了吗？我却一本正经地说：考虑清楚了，我不复婚。丈母娘顿时脸色大变，她激动地说：你竟然敢耍我！我耸了耸肩，满不在乎地说：我一开始就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我只是会好好考虑一下，结果我考虑过后不想复婚，有问题吗？此时前妻整个人情绪都崩溃了。不要这样对我一家人嘛！你明明知道我要死了，你还羞辱我和我妈妈。我说：我只是羞辱你而已，但你在知道我快死的时候，可是想整死我啊！她哭着说：没有，我没有想整死你，我当时只是觉得我们两个有一个人至少要好好的活着。我点头说：说的没错，所以我现在想好好的活着。恭喜你说动了我，亏我以前还像个傻子一样想去救你。丈母娘气得大吼：你知道你老婆有癌症，你却不说，你这是犯法的！你可以去警察局告我，但他自己不拿体检报告，又关我什么事儿呢？我说完以后扭头就走，只留下前妻和丈母娘在原地傻傻站着。在知道我坚决不复婚以后，他们还闹到了我的单位，老板找我谈了话。在知道具体的情况以后，我们单位还是比较仗义的，给我安排了外地分公司的岗位，对外就宣称我已经被开除了。然后我就带着父母逃离了这个麻烦，坚决不告诉任何人我家现在的地址。至于婚房和老房都一起挂出去出售了。然而前妻并没有放弃跟我打官司，这种民事纠纷的进展往往都比较慢。等开庭的时候，他已经骨瘦如柴，坐在庭审席上哭着和法官控诉：他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离开了我，现在只希望法院能为我主持公道，要么判我们离婚无效，要么把那套房子给我。我只是一个想活下去的可怜女人。他哭得很厉害，但是我早就已经准备好了证据。我拿出了之前家里的监控录像放给法院看。法官一边看一边皱眉对老婆说：离婚是你主动提出来的，对吗？在你以为他得病的时候。前妻哭着说：不一样啊，他是一个男人，还有比我更高的收入。当时我想的是，我一个普通女孩子，我也照顾不好他，又没有办法承担他的医药费，所以离婚。法官说：那为什么你觉得现在你生病了，他就不敢跟你离婚呢？我都说了呀，因为他有更高的收入，他本来就应该照顾我啊！我现在都是要死的人了，就算我真的有错，我也罪不至死吧。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，我遇到事情肯定会慌，做出错误的决定。希望法院能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。法官却只是淡淡的说：我也是个女人，但是我不认可你的说法。最终法院终于判了。法院认为房产本身就是我婚前买的，老婆没有分走的权利。至于我们两个婚后的财产，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一人一半分走。但是基于人道主义，法院要我给5万块钱，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失去5万块钱总比失去这套房子好。然而前妻还不满足，她哭着说：我不服，我要上诉。5万块钱够我干什么的呀？巧了，我也觉得不服，我要上诉。你房子都保住了，你凭什么还要上诉啊？我耸了耸肩说：这是你们母女俩给我出的办法，我可以不停的上诉，一直拖到你女儿死。到时候等她死了，人道主义的赔偿就不会是5万块钱了，顶多是给你几千块丧葬费而已。丈母娘倒吸一口冷气，最后崩溃的大吼：这个人怎么那么恶毒啊！说实话，曾经我以为前妻生病的时候，我想要倾尽所有去救她，可当我发现她并不是我的爱人，而是我的仇人时，那我对我的仇人也不会心软。法官问我是不是要提起上诉，我只是微笑着摇了摇头，因为我知道提起上诉是有时限的，我只要在最后关头上交就行了。我的决策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拖。就如这对母女俩一开始想对我用的办法一样，最终前妻并没有熬过下一次庭审。
他本身家里就没有什么钱了，再加上又要耗时耗力打官司，他的病情很快就恶化了。他死的那天，我听说了这件事，我也忍不住叹了口气。好歹我们曾经轰轰烈烈的爱过，但我没有想到，即使曾经爱的那么轰轰烈烈，我也看瞎了眼。我只想奉劝天底下所有人对自己好一点，不要傻傻的自我感动付出，因为对方或许并不值得你托付。有些男人，老婆对他再好，他最终还是选择更年轻的姑娘；有些女人，老公对她再好，她最终给自己的男人戴上绿帽。我不是在鼓吹恐惧婚姻，我只是想告诫大家，在傻傻付出的时候，多给自己留一些退路吧。也祝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心仪的另一半。